灌湯餃喺點心之中嘅地位，如果要比喻嘅話，好可能就係手袋界嘅愛馬仕。灌湯餃一定係廣東點心之中最矜貴嘅一個，湯本身都唔平啦。最重要就係嗰個時間啦，整一個灌湯餃其實要用好多時間嘅喎。灌湯餃其實咧，除咗食味道咧，係要食功夫。如果你唔理個功夫咧，你就不如食魚翅餃算數啦。皮一定會好薄，咁然之後咧嗰個餡料咧，亦都係會比較削身啊。咁你冇翻咁上一手門咧，係好難做到嘅。俾得你做灌湯餃咧，咁即係師傅對你嘅肯定啦。灌湯餃有價，不外乎貴在食材，貴在時間，貴在功夫。要食好味嘅灌湯餃，基本上係1分錢1分貨。曾經有點心店嘅老闆坦誠，佢哋大多數都用現成嘅濃縮湯寶。諗深一層，點心店唔似酒家需要熬上湯嚟煮菜。若果只係為灌湯餃一款點心而熬湯，的確係唔划算。有啲人叫我用嗰啲濃縮咗啲湯咧，我認為啲湯咧，我自己攞嘅係比較香甜啲嘅啲湯，嗰個鮮味係唔同嘅，我個宗旨問題咯，我哋唔想變咯。所以呢間老字號酒家價格親民，但係堅持用真正嘅上湯。平日早市點心有特價，但係灌湯餃鐵價不移。要講灌湯餃，一定要由灌湯講起。灌解做注入，灌湯即係將湯注入餃入邊。灌湯餃咧，湯咧應該喺入邊，灌湯難度高落。做嗰隻餃咧，一粒針眼你都唔可以有嘅，一有呢啲湯，一個漏晒湯出嚟冇湯咯。至於另一款比較常見嘅浸湯餃，早喺20-30年前出現，譚國景可以話係見證住佢嘅興起。咁咧喺旺角鳳城開張咧，其實都係用灌湯餃嘅。有啲客食到流行咗嗰個浸湯餃，佢覺得係好似唔夠湯飲咁喎。所以當時嘅旺角店亦都順應民意轉賣浸湯餃，反而北角店始終如一做傳統灌湯餃，食落湯汁濃又鮮，雞肉、豬肉粒等等嘅餡料大大粒，質感豐富。要將湯灌入餃入邊，原理就好似小籠包一樣，先將湯冷藏凝固成為湯凍，再加到餡料中間，蒸煮嘅時候溶化就成為湯汁。我哋嘅湯呢係用火腿啦、老雞啦同埋湯骨啦熬出嚟嘅，10斤嘅料呢，10斤嘅水咯，就即係1對1咯。1對1，材料足，味道先至會香濃。隔渣之後加魚膠同埋大菜燉2個鐘，呢兩樣材料就係液體湯變成固體湯嘅奧秘，而呢種亦都係坊間嘅主流做法。湯隔夜就會凝固，之後就可以攪碎，留待包餡嘅時候用。但係呢種原來並唔係最原始嘅做法。傳統嘅做法唔單止湯汁更多，湯嘅膠質亦都更加豐富。食完好似搽咗 lip gloss 一樣，而且有種獨特嘅甜香。最傳統嘅餡就係用豬皮、雞腳所燉製出嚟嘅膠上湯。豬皮、雞腳要先加薑葱蒸燉3-4個鐘，蒸好之後雪一晚。由於湯汁入邊充滿膠質，所以唔使假手於大菜同埋魚膠粉都可以凝固。第二日包餡之後再雪一晚定型，蒸出嚟賣相就夠飽滿。為咗呢款傳統嘅湯，呢度嘅餃子皮都要專門製作。個原因大菜呢，因為佢個湯係比較少嘅，少佢就冇咁易穿。就算佢嗌啲皮翻嚟咧，都絕對可以承托得到嘅。但係如果我哋用豬皮膠嗰啲咧，即係喺出邊嗌翻嚟嘅皮咧，係完全承托唔到嘅，所以一定要用自己搓。黃師傅用高筋麵粉、燙熟嘅低筋麵粉同埋雞蛋攪拌，再搓成麵團，雪一晚，等佢更加有韌性。我哋個皮咧最多只能夠咧承托餡嘅4倍嘅啫。咁如坊間膠嚟嗰啲咧，我試過最多3倍。
但係存放3、4日就發霉變壞，比起用現成餃子皮，工序可以話係繁複得多。出邊唔會做啲咁大工序嘅嘢啦，出邊都係賣啲價錢比較平啦，快脆就得噶啦。但係始終點講，佢嘅要求，老細要求俾你，亦都係客人嘅要求，辛苦都要做啊。論手藝，傳統灌湯法難度分達9.9分，但係事實上浸湯餃都可以好好味。而今次嘅重點就不在於餃入邊嘅湯，而係餃嘅出邊。咁啊，其實灌湯餃咧，你講真啦，嗰隻餃你容納得幾多湯咧？你話要求大羹咁樣湯咧，就佢亦都唔灌得咁多落去啊！佢覺得好簡單啫，我哋都係飲湯啫嘛，咁樣。有時上湯飲落去，火腿味太霸道，甚至有陣油益味。但係帝京軒做嘅完全冇呢個問題。飛完水出咗水啦，跟住我哋會擺喺焗爐烘佢2個鐘度啦，等佢個香味出咗嚟，同埋個油益咧逼翻出嚟。工序繁複咗咧，未必間會咁做。隔湯嘅時候先撇油，再過濾湯渣，令到湯味濃而清澈。最欣賞佢哋加入竹笙，竹笙係天然嘅海綿，可以吸飽湯。我哋揀嗰啲咧係野生嘅1級竹笙嚟嘅。言下之意係不經漂白，唔驚食到化學劑。餡料有花膠、蟹肉、海參、帶子同埋蝦等等，絕對值回票價。以湯而論，一湯還有一湯高。呢款入邊嘅鮑魚只係為咗添身價，真正美味嘅源頭嚟自椰皇。我哋嗰個椰皇灌湯餃個湯呢，係會用個新鮮椰皇開咗，取出入邊嘅椰皇水，然之後就再混合埋上湯，大概就2份上湯就1份椰子水。飲落有上湯嘅深度，又有椰子水嘅清甜，好飲到一滴都唔捨得浪費。個餃入邊都會有湯嘅，淨係得出邊有湯，然之後入邊冇湯呢，咁就變咗一蒸起嘅時候呢，你嗰個餡就好實啦，變咗成粒肉丸，咁就影響咗個口感啦。稱得上係餃子，就係用薄面皮包餡蒸煮而成。灌湯餃亦都唔例外，無論灌湯定係浸湯，師傅為咗餃入邊夠多湯，都要盡可能將最多嘅餡包入皮入邊。而呢個工序講求嘅就係功夫。如果你再整多啲呢，佢受氣嘅時間就要長啦，即係你蒸嘅時間就要變長啦。咁變長咗呢，一塊皮呢冇可能忽都咁勻循，總有一個位係特別薄身嘅，佢就會喺個位流出嚟。盡量要嗰塊皮控制到開到夠薄，薄得嚟唔穿嘅呢，個師傅就好手勢啦。而且折紋越多，皮嘅厚薄就更加難控制。你一定要有翻咁上下技術嘅累積，你先至做到嗰個效果。俾得你做灌湯餃呢，咁即係師傅對你嘅肯定啦。冇錯，再多啲得你。所以做一隻既有外觀又有內涵嘅灌湯餃，背後嘅功夫以年計。即係我哋要做咗好耐，然後先至俾你去做嘅，8、9年、10年後噶啦。即係因為有啲地方係冇湯餃賣嘅，即係我哋去做嗰陣時咧，啱啱嗰間有湯餃賣，自己又想學，你咪多啲留意啲師傅去做啊。有時自己咪慢慢接咗出嚟俾佢睇，佢得你 OK 啦，佢先俾你買掂㗎。好計埋蒸出去上嘅客食咧，一定要個團隊合作嘅，因為你包得靚、包得好就好啦。佢蒸嗰個一下蒸得唔小心，佢就會蒸爆咗。所以有時遇店不熟，鋪頭為咗灌湯餃冇咁易穿，蒸嘅時間過於保守，食嘅灌湯餃，餃入邊嘅湯度未溶，好似啫喱水一樣掃興。有經驗、有心機嘅都有自己一套辦法。一種係蒸餃嘅時候，開蓋3、4次嚟疏氣。因為揭蓋咧就係等佢嗰個灌湯餃咧，嗰個氣咧可以透到出嚟，唔好一下谷死佢。
又或者好似鳳城嘅做法，先過大氣。即係過大嘅意思，即係等嗰個皮咧係比較固體咗一啲，因為啲皮軟噶嘛，你擺得耐咧，佢就會卸身嘅，所以你蒸一蒸佢咧，個皮咧等佢固定咗咧，你蒸起上嚟靚好多咯。各施各法都係為咗力臻完美，師傅用心，食客都要識食。我係會先食皮先嘅，醋同埋薑。我哋消化嗰陣皮嘅，個湯唔加醋。點解食翅要加醋啊？啲翅唔好咯，個高湯唔好咯。享受到最後咧，就係成隻灌湯餃飲落去都得啊！提到魚翅，唔可以唔提呢款灌湯餃。佢可能唔符合環保意識，但係無可否認，的確代表咗魚翅撈飯嘅輝煌年代。一哥之前喺出邊食過咧，嗰啲魚翅灌湯餃咧，出邊嗰啲翅咧就係得一兩條，一哥就覺得唔應該係咁樣咯。我哋嘅魚翅灌湯餃係用2半嘅細歐，即係金沙歐翅嚟做嘅。魚翅本身冇味，滋味都係嚟自上湯。富林點心部有自家上湯，專用嚟做腐皮卷同埋雲吞。但係廚房嘅上湯咧，個比例咧就會高啲。一哥係好重視呢個魚翅灌湯餃嘅，佢要指定係用廚房嘅上湯。餃子皮自家製，用高筋麵粉加蛋白搓成，薄到好似紙咁，輕輕捲起一束束魚翅，所以唔係傳統嘅餃子形狀，令到魚翅若隱若現。足料魚翅加埋特濃上湯，就算每客360蚊，好多客人都認為物有所值。餐廳仲將佢列喺3星套餐入邊，證明佢招牌地位無可動搖。